我们学习了两条直线平行和垂直的关系以后，那么我们要学会直线的巧设。好，这节课呢，我要给大家讲点技巧啊，直线的巧设。如果题中给出一条直线，它是一般式的方程 ax 加 by 加 c 等于0，其中 a 方加 b 方是不等于0的，也就是 a 和 b 不能同时为0。那么与它垂直或者平行的直线可以怎么设呢？好，首先呢，与已知的直线平行的直线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设为 ax 加 by 前半部分是一样的，因为它斜率相同，加上常数呢，我要改成 n， 因为它截距不一样，这样设起来呢就非常的方便啊。所以和它平行的直线我们就这么设。那么与已知的直线垂直的直线我们怎么设呢？由于它们的斜率是之极等于-1，斜率之极是-1，斜率是互为负倒数，所以呢，我要把它 a 和 b 交换位置，而且呢要变成减号，变成 bx 减 ay。假定 a 和 b 都不等于0，对于原题当中给我的 ax 加 by 加 c 等于0，我把它变成斜接式 by 等于负的 ax 减 c，b 等于负的 y 等于负的 b 分之 a 倍的 x 减 b 分之 c， 那么它的斜率是负的 b 分之 a。跟它垂直的这条直线呢，我们看 bx 减 ay 加 m 等于0，把它移过去 ay 等于 bx 加 m，y 等于 a 分之 bx 加上 a 分之 m， 你看它的斜率是 a 分之 b， 它叫 k1， 它叫 k2 的话， k1 乘以 k2， 负的 b 分之 a 乘以 a 分之 b， 它恰好等于-1，所以两条直线就是互相垂直的。因此以后呢，如果我们已知了一条直线，凡是和它平行的直线，我们就改动一下常数，前半部分不变 ax 加 by 加 n 等于0就可以了。如果和它垂直，我们就把它交换位置，变成 bx 减 ay 加 m 等于0。好，这就是直线的巧设。那么我们看一下下边的这个题直线 L 经过1到2负1到2这个点，和已知的直线垂直，让我求 L 的方程。我快速的做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，临接号都是加号，减号一定归 y 的系数自己所有，也就是呢，它是 2x 加上-3y 加4等于0这个是那个 a， 这个是那个 b， 要注意这一点。好，这是已知给我的一条直线那么跟它垂直的直线我怎么设呢？按照这种形式 bx 设 L 的方程，让我求直线 L， 设直线 L 的方程为 bx 负 3x 减 a 是2，减 ay 减 2y 加上 m 等于0和它垂直的直线我们就设出来了。那么这条直线还过负1到2这个点，所以呢，把 x 等于-1，y 等于2带进来 ，x 等于-1 3，y 等于2减去4，然后加 m 等于0，所以 m 就等于1。于是呢，这条直线就是 3x 加 2y， 原来是1，那么就变减1等于03x 加 2y 减1等于0，所以这道题我们就选 A。这就是直线的巧设，给我们求方程带来极大的便利非常快速的就可以求出我们要的结果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题。我们看下一道题。下一道题呢是过两条直线的交点和构圆点的直线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。
因为刚才的那道题呢没有体现出垂直和平行，所以我们就不做了。我们看这道题，已知三角形 ABC， 它的顶点 A 的坐标给了 ，AB 边上的中线方程给了。AC 边上的高，我们根据这个先画一个示意图，我们不用间隙因为它浪费时间，我们就画一个示意图。点 A 的坐标是5逗5，这个就是点 B， 这是顶点 C。AB 边上的中线取 AB 的终点 M 吧，一连 CM 就是 AB 边上的中线。CM 这条直线我们知道它是 x 减 5y 加6等于0。AC 边上的高经过点 B 向 AC 做垂线把它叫 B 嘚吧，这就是 AC 边上的高。这条直线的方程是 3x 加 2y 减7等于0。我要求 BC 这条直线BC 所在的直线的方程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要求直线的方程，我首先就要想到点斜式、斜截式、两点式和截距式。但是对于 BC 这条直线来说，我一个点也不知道，斜率也不知道，而且斜率无从知道。斜率呢是需要要么就是两个点的坐标，这条直线上有两个点，那我如果有两个点，我就可以直接两点式了。好，还有呢倾斜角它也不知道，如果知道这条直线的倾斜角不等于90度，它的倾斜角的正切值是斜率，倾斜角也无从知道，所以点斜式斜截式截距我们也不知道，截距式都不能用。唯一可能的，我们就朝着两个点我都能把它表达出来的话，两点式还能够写这个直线的方程。好，那么我们看一看怎么来求呢？比如说 B 嘚这条直线的方程我们知道了，它是 AC 边上的高线，显然 AC 跟 B 嘚是垂直的。根据刚才我们学的直线的巧设，既然 AC 和 B 嘚是垂直的，所以我就设直线 AC 的方程为和已知的直线相垂直的直线，变成 BX， 2是 B， 它是 A，BX 2x 减 AY 减去 3y 加上 M 等于0。这就是 AC 和它垂直的直线，我们设成这个样子。它经过点 A 了，有过点 A 的坐标是5逗5，我把5逗5带进来，2、5、1、10， 3、5、1、15，加上 M 等于0，所以 M 是等于5的，所以 AC 的方程我们就求出来是 2x 减 3y 加5等于0，这是 AC 的这条直线。我要求 BC 的这条直线方程斜率我是无从知道的，没有倾斜角，没有两个点，所以斜率是肯定求不出来的。那么我也不知道 BC 这条直线和 x 轴、y 轴交点的横纵坐标，所以截距也是不可以的。那么唯一的希望就是求点，好吧？如果我要求点 C， 你看 AC 这条直线我写完了 ，CM 这条直线的方程还是已知的。所以点 C 呢，两条直线连立 2x 减 3y 加5和 x 减 5y 加6等于0连立，我们就能够求出点 C。这是方程1、方程2，我们快速的求一下。方程1减去方程2乘以2。方程1是 2x 减 3y 加5等于0，方程2乘以2是 2x 减去10y 加上2、6、1、12等于0，它们俩一相减，负 3y 减去负 10y 加上10y， 那就是 7y。5减12负7等于0， 7y 等于7，所以 y 就等于1。等于1带到这里来，负5加6，这是1，所以
x 就等于-1，所以点 C 的坐标我们迅速的就求出来，它是-1逗1，这就是点 C 的坐标。点 C 的坐标求完了还不够，我们还需要求点 B 的坐标。那点 B 的坐标怎么求呢？当然是找题眼，挖掘它的几何特征啊。这里边提到的是中线，显然 M 是中点，中点的这个特征我们要把它表达出来，所以我就设点 B 的坐标是 A 逗 B 吧。点 A 的坐标知道，所以点 M 的坐标我当然就能够表达了。点 M 的坐标我暂且用 x0、y0 来表示，所以 x0 它就等于两个端点的坐标相加5加 a 除以2。中点的纵坐标呢 ，y0 它就等于两个端点的纵坐标5加 b 除以2。我想求点 B 呀，那怎么求呢？点 M 是在 CM 这条直线上的 ，CM 这条直线就是它，所以点 M 的坐标就满足它 x0 减5y0加6等于0。于是我就得到 AB 的一个方程，我把它带进去，2/5加 a， 这是 x0 减去5倍的2/5加 b， 然后加6是等于0的。好 ，a 和 b 的方程我就得到了一个。那么还需要一个，点 B 恰好是在这个高线上，这个高线的方程是 3x 加 2y 减7等于0，把 a 和 b 带进去，3a 加上 2b 减去7等于0，然后我们解这个方程组就可以了。我快速的解一下，我先把它化简，微笑度乘以2， 5加 a 减去25减去5b 加上261是2等于0，然后是 3a 加上 2b 减7等于0。我再继续化简，这是 a 减 5b，a 减 5b， 负的25加5负的20，20减12，这是减8等于0。然后是 3a 加上 2b 减7等于0。好，这个是方程1，这个是方程2，把它乘以3， 3a 减15b 减去24等于0，和这个方程2相减，它减它 3a 没了。2b 减去 15b， 这是 17b， 7减去24，这是7减负的24， 7加上20，负7加上24，所以它是正的17等于0，所以我们就得到 b 是等于-1的。b 等于-1，那么 a 的值呢？这是5，这是-3，移过去 a 就等于3，所以点 B 的坐标我们就求出来了，点 B 的坐标就是3逗-1。好，点 B 的坐标我们也知道了，点 C 的坐标我们也知道了。那么根据2点式的方程大家还记得吧？先写上 y 减去等于 x 减去。你把谁当成 x1、y1 呢？你可以把点 B 的坐标当成 x1、y1， 把点 C 的坐标当成 x2、y2。如果 y 要减 y1，y 减-1，下边也立刻减-1，然后给前面这个位置给 y2， 你都减 y1 了，所以 x 一定要减 x1， 就变成 x 减3，下边立刻对齐减3，前面的这个位置给 x2， 这是-1，所以 y 减-1 y 加1，1减-1，1加1就等于-4x减3，约掉一个2，它变成2，
交叉相乘，负2y 减2等于 x 减3，所以 x 加上2y 减1等于0，这个就是 BC 这条直线的方程。x 加2y 减1等于0。这道题呢，我们也应用了直线的巧设，也就是给了我高线跟它垂直的直线，我立刻设完。由于它经过点 A， 马上就求出 m 的值，求出 AC 这条直线啊。所以直线的巧设给我们带来解题的极大方便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做一道题，大家快点考虑。下面的这个题，已知直线过 L， 已知直线 L 过点 P， 若直线 L 和已知的直线是互相垂直的，求直线 L 的方程。好，括号1，非常简单。和已知的直线互相垂直的那条直线，我们怎么设呢？设 L 的方程为。它是 ax 加 by 加 c 等于0的形，跟它垂直的应该是 bx 3x 减 ay 减去 2y 加 n 等于0。那么这条直线 L 啊，它还过了点 P 负2逗1这个点，所以把 x 等于负2带进来，负6 y 等于1减2加上 n 等于0，所以我们求出来 n 是等于8的，所以 L 的方程为 3x 减 2y 加8等于0。我们再一次体会一下直线的巧设啊，给我们带来的方便。好，非常快速的就求出结果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。第二个问，若直线 L 分别和 x 轴的正半轴、y 轴的正半轴交于 A、B 两个点，而且呢 O 还是坐标原点，三角形 AOB 的面积给我们了是1/2，然后让我们求此时的直线 L 的方程。我们怎么办呢？先画图。点 P 的坐标是负2逗1，点 P 是在这儿的。我把这个坐标取得大一点啊。点 P 的坐标是负2逗1，经过 L 直线是经过点 P 的，它和 x 轴的正半轴、y 轴的正半轴相交，这是点 A， 这是点 B。O 是坐标原点，三角形 AOB 就是这样的一个直角三角形，它的面积给我了。点 A 的坐标我当然就设为 A 逗0，点 B 的坐标我就设为0逗 B， 而且我们还知道 A 是大于0的 ，B 也是大于0的，它是跟正半轴相交。直线和 x 轴、y 轴交点的横纵坐标我们都知道了，说明我们就知道截距了。这个时候我在设方程的时候，我就设成截距式，所以设 L 的方程为 x 比 a 加上 y 比 b 是等于1的。那么这条直线经过了点 P， 它经过了点 P 坐标是负2逗1，所以呢，这对坐标满足方程带进来 ，a 分之负2加上 b 分之1是等于1的。
好，先放在这儿，我们看一下，题中说的 S 三角形 AOB， 它是个直角三角形，面积等于1/2底层高。底呢 ，A 是正的 ，B 是正的 ，A 就是底 ，B 就是高，1/2 A 乘 B， 它的面积就等于1/2，于是我们就得到 AB 的极是等于1的。让我们求它的方程，我们需要把 A 和 B 的值都求出来。A 和 B 满足的2个方程我们都找到了，那我们就只需要解这个2元2次方程组 a 分之负2加 a 分之负2加上 b 分之1等于1，再结合 ab 等于1，ab 等于1，a 就等于 b 分之1，把它带到这里边来，把 b 分之1等于 a 带到这里边来，我们消谁呢？消 a 得A 是 b 分之1 ，b 分之1分之负2，2除以 b 分之1，2是负2乘以 b，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负2b， 除以 a 除以 b 分之1乘以1分之 b， 负2b， 负2b 加上 b 分之1是等于1的，去分母负2b 方加上1是等于 b 的。2b 方加 b 减1是等于0的，这是2，这是1，这是1，这是负1，所以是2b 加2b 减1乘以 b 加1是等于0的。那么2个值，一个是 b 等于1/2，还有一个是 b 等于负1，这个呢是舍掉的，因为我们只和 y 轴的正半轴相交。b 等于1/2分之1 a 自然就等于2，所以 a 和 b 的值我们就都知道了。所以这个 L 的方程我们求到最后 x 比2加上 y 比上1/2等于1，也就是 x 比2加上2y等于1，x 加上4y 减2等于0。所以呢，直线方程是 x 加4y减2等于0，我们就求完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题。我们看下一个题。下一个题呢，这个题有一些变化。下边的这个题呀，它提到了一个新名词，不过没有关系。数学家欧拉然后提出外心、吹心、外心、重心、吹心都在同一条直线上，我们就把这条线叫做欧拉线。现在呢，题中给了我三角形的3个顶点，我要求欧拉线这条直线的方程。好，我们建立直角坐标系，快速的把这3个点画一下，1、2、3、1，这个是点 A 坐标是3逗1，点 B 的坐标是4逗2，大概在这个位置，点 B 是4逗2，点 C 的坐标是2逗3，大概在这个位置2逗3，所以这就是三角形 ABC。那么三角形 ABC 3个顶点给我了，其实呢，它就等于给了我重心。重心的坐标公式重心的坐标公式大家应该知道。对于一个三角形 ABC 来说，如果点 A 的坐标是 x1y1，点 B 的坐标是 x2y2，点 C 的坐标是x3y3
我要说一下什么是重心呢？三角形3条中线，顶点和对边中点的连线，顶点和对边中点的连线，三角形3条中线的交点就叫重心。那么重心的坐标，如果我用 x0、y0 来表示，那么重心的坐标公式就是 x0 等于1/3 x1 加 x2 加上 x3，y0 就等于1/3 y1 加 y2 加 y3，这是重心的坐标公式啊，我们要把它积累下来。那现在呢，三角形的3个顶点都给我了，所以我就可以设三角形题中的这个三角形的重心为点 G， 那么它的坐标是 x0 y0， 我们就可以求出重心 G 的坐标。x0 就等于1/3，它们3个的横坐标相加，2加4加3，所以呢6、9，这是3，y0 就等于3/3个点的纵坐标，3加2加1，这是6，6除以3是2，所以点 G 的重心 G 的坐标我们就求出来了，它是3·2，这是重心 G。我要求这个欧拉线，那么我还要求它的外心。外心、催心、重心嘛，重心我找到了，我还要找外心和找催心。那外心和催心谁方便找呢？当然是催心比较方便因为外心不太好找。外心呢是3条边的垂直平分线的交点，这个也可以的。那么催心呢就更方便一点，所以呢我就要找催心。于是我就设三角形 ABC 的催心为点 H， 它的坐标呢就是 xH、YH。催心咋求呢？3条高经过点 C， 向它做催线。那么经过点 A， 向 BC 做催线这当然3条催线是交于一个点的，可是你没有必要做那么多，你就做2条就可以了，我们就可以找到催心。比如说这是 CP， 这是一条高 AQ， 这是一条高，这是催心 H， 我们只需要找2条高线的交点就够了。AB 这条直线我们能够把它写出来 AB 这条直线我不写直线方程了，我写斜率 KAB， AB 这条直线的斜率纵坐标之差2减1除以横坐标之差4减3，所以它是1。那么既然 CP 这条直线和它是垂直的，所以 KCP 它的斜率就是 AB 这条直线斜率的负倒数它是-1。所以呢 CP 这条直线的方程我们就可以写出来了因为点 C 的坐标知道 ，CP 的斜率我们也知道，点斜式它是 y 减3等于-1倍的x 减2，这是整理一下，把-x 移过来 ，x 加 y， 这是减3，这是正2，移过来减5等于0这就是 CP 这条直线。好了，我们再求一下 AQ 这条直线，我需要知道 BC 的斜率 ，KBC 等于纵坐标之差3减2除以横坐标之差2减4，所以呢，这是-1/2。
那么谁跟它垂直呢 ？AQ 和它是垂直的，所以 AQ 这条直线的斜率就是 BC 这条直线斜率的负倒数，负的跟这个符号约掉了倒数，所以它的斜率就是2。所以 AQ 这条直线斜率知道了，点 A 也知道，那么直线 AQ 的方程我们就能够写出来了。点斜是 y 减1等于2倍的 x 减3。整理一下，整理成一般式，这是 2x， 把 y 移过来是减 y， 这是负6，移过来加1，减5等于0。AQ 这条直线和 CP 这条直线的交点就是三角形 ABC 的垂心 H， 所以我把这两条直线连立 ，x 加 y 减5等于0。2x 减 y 减5等于0，这是方程1，这是方程2。那么方程1加上方程2，正负 y 没有了，我就得到 3x 减10等于0。3x 等于10，x 就等于10/10。把 x 等于10/10带到这里边，所以10/10加上 y 减5等于0，y 就等于它是15，10/10减去15是负的，5/3，移过去就是5/3，所以点 H 的坐标我们就知道了，它是10/10斗5/3，也就是垂心的坐标也被我们找到了，10/10斗5/3。外心呢，自然和垂心、重心是在一条线上。既然我已经有垂心，我还有重心，我就直接根据垂心和重心把欧拉线就写出来了。所以欧拉线的方程我们直接启用两点式 y 减去等于 x 减去这样的记方程比较方便。我把它看成 x1 把它看成 x2 如果我 y 要减 y1 减2，下边立刻对齐减 y2， 前边的这个式子就给 y1 留着，它是5/3。既然你都减 y1 了 ，x 就一定要减 x2， 马上下边对齐，前面的位置给 x2 留着，这是10/10。我们只需要化简一下就可以了 ，y 减2等于3/，它是6，5减6，这是-1，它等于 x 减3，3/，它是9/3，时间就是正1，两边都有3，我们就约掉了。所以呢 ，y 减2就等于-x 加3，所以我们得到 x 加 y 减5等于0。这个就是最后的一般式的欧拉线的方程。好，那么这讲课呢，我又给大家讲了一个技巧，叫做直线的巧设。给你一条直线 y 等于这个 ax 加 by 加 c 等于0，和它平行的直线，我们只需要改动一下常数 ax 加 by 加 n 等于0就可以了。那么跟它垂直的直线，我们立刻就可以设成 bx 减 ay 加 m 等于0。值得注意的是呢，我给出的直线一般是 ax 加 by 加 c 等于0，连接号都是加号，如果出现减号、负号，要归系数自己保留。好，我们要掌握直线的巧设，它会给我们做题带来极大的方便。